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经验，第一次去算命，听完之后心里一震，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准，准到你会忍不住回家一直想，一直回味，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太天真了。可如果有一天这个人算得不太合你心意了，你很自然就会做一件事，不是反省自己，也不是停下来想一想，而是换一个人再算。这个现象很奇怪，如果算命真的只是随便讲几句话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前仆后继？如果算命真的全都是骗人的，为什么总有人被说中？而更奇怪的是，当一个算命师说的话让你不舒服时，你会觉得他不准；当另一个算命师说的话让你心安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比较灵。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答案了。佛经里有一句话，很少人会拿来解释算命。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不是说世界不存在，而是你所经验到的世界永远绕不过你的心。你听到的话，你相信的判断，你认定的结论，都会被你的心筛选过一次。算命为什么会准？不是因为他看见了未来，而是因为他抓住了人心最容易动的地方。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一个算命师真正让你觉得准的，从来不是他说了什么细节，而是他点中了你心里早就存在却不敢说出口的东西。你心里本来就有犹豫，他说你最近在摇摆；你本来就放不下一个人，他说你有情债；你本来就对未来没信心，他说你命格起伏。他讲的不是未来，他讲的是你现在的状态。而人最容易相信的不是陌生的真相，而是被人确认的感觉。当一个人替你把你心里的混乱说出来，你会产生一种被理解的错觉。那一刻，你不是觉得他神，而是你终于被看见了。佛经里讲缘起，不是事情发生了你才起心动念，而是心一动，因缘就开始排列。算命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的心理暗示。你在他面前坐下的时候，你已经默认他可能比你更懂你。当你给了他这个位置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重量都会被放大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现象，同样一句话从朋友嘴里讲出来，你可能不当一回事；从算命师嘴里说出来，你却会反复咀嚼。不是话变了，是你给话的位置变了。那为什么算不准就换人？因为没有人是为了听真话去算命的，大多数人是为了听一个可以继续走下去的版本。佛经里有一个很冷静的观察，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。普通人只在意结果好不好，几时转运，什么时候顺，却不太愿意面对自己现在正在种什么因。如果一个算命师告诉你，你现在的困境来自你反复的选择模式，来自你不肯放下的执念，来自你一次又一次逃避承担，这类话很少人会觉得准，因为这类话会让你必须负责。而如果另一个人告诉你是流年不利，是小人作祟，是祖坟风水，你会松一口气，因为问题被移走了，责任不在你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算命准不准，往往不是看事实，而是看你当下愿不愿意承担。当你还没准备好改变自己，你会自动靠近那个替你保留幻想的人。佛教不反对因果，却从来不鼓励依赖预言。因为一旦你太相信一个未来的说法，你就会不自觉地去配合它。你开始按照那个版本过日子，你开始替自己的懒散找理由，替自己的拖延找借口，替自己的执着找一个天命的说法。久而久之，语言就会看起来像实现了一样，
不是他算得准，是你活成了他。这也是为什么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去算命，结果会完全不同。不是命变了，是你心的位置变了。当你恐惧的时候，任何提醒都会像灾难；当你贪恋的时候，任何阻碍都会被忽略。算命师只是顺着你的状态，把你心里的方向放大给你看。你换人算，其实不是在换命，你是在找一个能说出你最想听的那条路的人。而真正值得警惕的，不是算命准不准，而是当你开始用算命来代替你自己做决定。佛经里有一句话很重：自依止，法依止，莫依依止。意思是，最终你只能依靠你自己，依靠你对法的理解，而不是依赖外在的权威。当你把人生的方向交出去的时候，你会暂时轻松，但那个代价是你慢慢失去对自己生命的主权。这一点很多人要到很后面才会明白，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意识到。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容易觉得算命特别准？不是人生最顺的时候，也不是最稳定的时候，而是当你站在十字路口却不敢往前走的时候。你越迷茫，越容易觉得别人看得比你清楚；你越不安，越渴望有人替你确认方向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人性。佛经里有一个很现实的比喻：众生如盲人，执杖而行。意思不是嘲笑，而是在描述一种状态。当你看不清前路，你会本能地抓住任何一根看起来稳固的东西。算命师、老师、塔罗、星盘其实都扮演着同一个角色，他们不是带你走路的人，而是让你觉得手里有一根杖。你之所以安心，不是因为你真的知道方向，而是因为你不再是一个人面对未知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现象，越是人生顺畅的人，越少去算命；越是卡在关系、事业、健康这些关键节点的人，越容易开始寻找答案。但问题在于，当你把判断权交出去的时候，你也把修正的机会一起交出去了。佛教怎么看命运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佛教从来不否认因缘，却始终强调可变。很多人误会因果，以为因果就是注定，其实恰恰相反。因果不是写死的剧本，而是一连串正在发生的选择。佛经里讲业，业不是惩罚，也不是奖励，业只是行为的惯性。你长期用逃避的方式面对关系，你的关系自然会反复破裂。你习惯用拖延面对人生，你的机会自然会一再错过。这些不是命不好，而是模式在重复。算命师之所以看起来能说中很多事，是因为大多数人活在固定模式里。只要你不改变走路的方式，路的风景不会差太多。但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，当一个人把模式当成命，他就不会再想改变。佛经里有一句话很关键：若知业可转，心不退。意思是，如果你知道行为可以被修正，心就不会陷入绝望。可算命有时候反而会让人退心。一旦你相信这是命，你就会开始原谅自己的不作为。你会告诉自己，现在这样也是没办法。你会开始等一个时机，一个转运，一个贵人。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，你再回头看，会发现很多所谓算准的预言，其实都没有真正发生，只是你走到了一个和当初差不多的位置，于是你以为它应验了。再说一个很少人愿意承认的事实，算命之所以会越算越准，是因为你给的信息越来越多。第一次你只说出生时间，
第二次你开始点头，第三次你会补充背景，第四次你已经不自觉地透露情绪和期待。一个敏锐的人很容易从你的反应中调整说法，不是他在骗你，而是你在配合一个你希望成立的故事。佛教里讲妄想，不是胡思乱想，而是我们不断替世界补剧情。算命的过程往往就是一场你和对方共同完成的叙事，你听到的不只是他说的话，而是你心里早就写好的版本被人念出来了，所以你才会对某些话反复记得，而对不合意的部分迅速遗忘。这不是他厉害，是你选择性记忆。那为什么有人算了一辈子还是觉得人生没有改变？因为他一直在找答案，却没有处理自己。佛教不鼓励问未来，是因为未来永远在变。你今天起的一个念，已经在改变明天的果。如果你执着于一个被说好的结局，你反而会忽略当下最重要的因。你会发现，真正让人走出困境的，从来不是一句预言，而是某个时刻，你终于愿意面对自己，你愿意承认你害怕，你愿意承认你贪恋，你愿意承认你不肯放手。这一刻开始，命运才真的松动。佛经里有一句很温柔的话，心静则国土静，意思不是世界突然变好，而是你看世界的方式改变了。当你的心不再急着找一个外在的保证，你反而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。当你不再需要别人替你确认价值，你的选择会开始有力量。有些人算命算到后来，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状态，他明明知道算命不能解决问题，却还是忍不住一直算。他不是完全相信，也不是完全不信，而是卡在中间，一种既依赖又怀疑的拉扯里。这种状态其实比单纯迷信更累。你会发现，这类人常常说一句话，我只是参考一下，但他的人生决定却越来越不敢自己下。今天问这个老师，明天看那个视频，后天再去找一个更厉害的人确认。表面看起来很谨慎，实际上是内在越来越不安。佛经里有一个词，很少人拿来对照算命，叫做疑根。不是怀疑别人，而是对自己没有信任。当一个人内在稳定，他不会害怕不确定；当一个人内在动摇，他会不断向外寻找锚点。算命之所以会让人越算越迷，不是因为内容多复杂，而是因为它不断强化一个讯息：你不够，你需要别人告诉你该怎么走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一个变化，你不再问我想要什么，你开始问这样对不对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转变。佛法里修行的第一步，从来不是得到答案，而是认识自己的心。你在怕什么？你在逃什么？你在执着什么？可算命很少带你看这些，它更像是绕过内在，直接给你一个结果。短期来看很舒服，长期来看会让人越来越空，因为你得到的不是力量，而是依赖。佛经里讲八正道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正见。正见不是世界观，而是你有没有如实看见自己正在做什么。你是不是明明知道一段关系已经结束，却还在等一个复合的时间点？你是不是明明不适合那条路，却因为别人说有前途而应承？你是不是把不行动包装成顺其自然？这些地方算命不会戳破你，修行会。所以真正的差别不在于准不准，而在于它有没有让你更清醒。
有些话听起来很灵，但听完之后你更逃避了，那不是真正的帮助。有些话听起来不舒服，但听完之后你开始对自己诚实，那才是改变的起点。佛教里有一句话很少被拿来讲人生选择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是否定存在，而是看见你执着的那些念头其实一直在变。你以为你放不下的人，你以为你非要不可的结果，你以为一旦错过就完了的机会，回头看都会变。但当下的你因为恐惧把他们看得太实，算命往往是在这些看得太实的地方下手。他会告诉你，这是命中注定，这段缘分很深，这个机会错过就没有。这些话一旦进心，就会变成枷锁。而佛法恰恰相反，它不断提醒你无常，不是为了让你消极，而是让你松手。当你真正理解无常，你反而会更珍惜当下的选择，因为你知道每一次起心动念都在种因。你不是被命推着走，你是在每一个当下参与命的形成。这一点一旦被真正体会到，人会安静下来。你不再急着问未来，你开始认真过现在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很多真正修行的人很少去算命，不是他们不关心未来，而是他们知道未来不是被问出来的，而是被走出来的。如果一个人真的想看命，其实有一件事情比去找任何一个算命师都重要，那就是回头看自己。不是回忆过去的成败，而是观察自己一再出现的反应。你遇到压力时，是逃避还是硬撑？你被否定时，是愤怒还是自责？你面对选择时，是拖延还是推给别人？这些东西比任何八字都准，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运作。佛经里讲观照，不是思考，而是如实的看。看你起念的瞬间，看你情绪升起的原因，看你行为背后的动机。当一个人开始这样看自己，他会慢慢发现，所谓的命其实一直在流动。你今天多一次忍让，你明天少一次执拗。你在关键时刻愿意承担，而不是逃开。命就在这些地方被一点一点改写。很多人误会改命，以为是改变外在，换工作，换城市，换伴侣。但如果新的模式没有变，你只是把同一套剧情搬到另一个场景继续演。佛经里有一句话很平静却很重，心为法本，心遵心始。你心里怎么想，你就会怎么活。这不是诅咒，这是提醒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算命准不准，而是你有没有把生命交给一个外在的解释。当你不断去算，其实是在说一句话：我不太相信自己，我希望有人替我确认。这一句话本身没有错，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，问题只在于你停在哪里。如果算命变成你暂时整理情绪的方式，那它只是一个工具；但如果它变成你逃避选择的理由，那它就会慢慢拿走你的力量。佛教不是要你拒绝一切外在指引，而是不断提醒你，真正的方向感来自内在的清明。当你心乱的时候，任何答案都会让你更乱；当你心定的时候，就算没有答案，你也走得动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那些真正活得踏实的人很少讲命，不是因为他们幸运，而是因为他们承担。他们知道痛苦不是命不好，而是该面对的课还没面对。他们知道
重复不是被诅咒，而是该改变的地方还没动。这不是宿命论，这是负责。如果你问，那还要不要算命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，但你要知道你在干什么。你是为了逃避，还是为了看清？你是想要安慰，还是准备行动？一旦你分得清楚，算不算命就不再是一个问题。最后想留给你一句，不是结论，而是提醒。佛经里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不是叫你什么都不管，而是告诉你，唯一能动的只有当下这一刻。你现在怎么想？你现在怎么选？你现在怎么走？这3件事比任何预言都重要。当你愿意把注意力收回这里，你会慢慢发现，你不再那么需要别人告诉你未来，因为你已经在创造它了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，你这一生不是被命带着走的，而是被你一次又一次没有回避的选择慢慢走出来的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